人工加上 AI， 其实才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所以说 AI 这一块结构来讲，是让这个 domain know-how 来讲，其实是透明化的。那大家好，我是 Power Arena 的伟谦。那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Juni 来到我们今天的 topic。那今天的 topic 主要在讲智慧制造 AI 升级产线房贷的 Polka Yoke。那首先是不是可以让 Juni 很快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呢？好，大家好，我是 Juni 那我自从的话，大概是在1985年就毕业再投入这个产业。那产业当中的话，大概是经历了大概是从一个网通的一个崛起，到所谓的系统的 ERP 这一块的软体上，那包含的大概安防监控，那基本上在这整个程序当中的话，大致上都是在制造业生产的工厂都在做打滚，那一直到2020左右的话，大概退休，这样子。那直到现在来做一些算是一些顾问职的一些工作。Juni 其实有点谦虚啦，就是我知道最后职涯后面，其实你是担任工厂的厂长的角色，然后有面临很多管理跟整个高阶的决策。那今天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Juni。那首先就想要问一下 Juni，就是以工厂的管理者，你觉得他最常面临的挑战跟问题会在哪一块？好。那以工厂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不外乎就是要应付所谓的 sales 的一个订单的部分，那包含到就是说所谓困难点，就是销售预测的问题，一个准确度 ，OK。第二个的话，大概就是有关于在那个成本的控制上，OK。好，那第三点的话，大概就是整个一个工厂整体的一个产出效率，如何去做一个提升这个业务上所需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以管理者而言的话，大概是分为这三大类。那以中下阶层这一块来讲的话，不外乎就是第一个是系统，还有一个缺料啦，还有一些就是说生产的一个排程的一个 rush order 的插入，这一些等等的话，都是造成这整个一个生产效率低落或者是产出不足的一个主要最大的一个原因。了解。那其实有提到生产效率的部分，那你觉得在工厂里面，大家一定都很在乎生产品质啊、生产效率。那如果以生产效率这个面向，你觉得工厂最大的挑战，或者是现在有哪些他们觉得比较难应付的？好。在生产效率的部分的话，不外乎大家想得到的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减少瓶颈。可是在这瓶颈当中来讲，其实是否是真的等于所谓的生产效率？对，这是否定的。如同就是说，在我一个很高的一个线平衡下的话，那它是不是就一定有好的产出的 UPH？ 对，这是两个是有点有 gap 的其实最容易轻忽的，它大致上来讲认为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瓶颈的一个形成，对，那它忽略掉了，那瓶颈的部分的话，其实这中间又牵扯到所谓的一个 Polka Yoke 这些里面的一个所谓的消除浪费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是在于一般制造业而言是比较。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朗朗上口，可是就是说不容易去做到的一个点，所以说在于生产效率上来讲要提升，其实是在于你的制程管理当中，你的浪费还有你的质量的一个提升，我想这个部分才对于生产效率是比较有帮助。OK， 对，提到浪费，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工厂导入 Lean Manufacturing 或者资料驱动决策。那工厂可能会用工程手法，包括 CME 啊、人机料法环的面向。那以 Juni 的角度，怎么去看待？各个赛他怎么去看人机料法环，以及工厂最在意的人机料法环的东西是什么？好，了解。那以一个人机料法环来看的话，这个是属于一个 IE 的一个 QG 7大手法里面的一环。那包含的就是有人、有料、有方法。材料的部分，这个取决于大概 QA 的一个把关。那法的部分包含到整个一个 IE 的一个设计的作业研究的来讲的话，
它一个重点。我想这些来讲都是比较容易去看错的。那包含环境，包含一些其他的设备这一些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点都是比较偏于，就是说，其实是用所谓的其他的辅具或什么这些可以来做解决的。那其中来讲，应该是说人是最麻烦，人也常常因为情绪的一个影响，跟人来讲，会造成所谓在疏忽或者是代谢，而且去影响减少你的产出。所以在于人这部分的话来讲，算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去控制的部分。我有一个设计上来讲，其实就做所谓的应该是说防错系统的部分。那这包含到利用一些，比如说一些字句的一些辅助设计，让人可以在没有经过大脑思维一个情况下，用反射动作的部分的话，就可以去轻易去达成这样的一个步骤，或者是它的一个工序来讲，最佳而且是最容易去做的事情。了解。对，所以看起来人对工厂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变数，比较难管理，然后它的变异比较大。对，因为这包含到一个人，第一个人的质量、岗位的一个职务，都有不同。那不管是今天是在于高阶管理，或者是在中阶的基层管理者，甚至小到说在所谓的操作员这一块来讲，这个都有大致让大家都不同的一个分工。所以在于人的在不管是背景或者是在一个本身一个 know how 上来讲，都是有差异。所以我也会造成在于你在生产过程当中来讲，其实是会有一些变异的变数。所以人在人机疗法里面的变数来讲，就我个人的经验当中是比较不容易去控制。以 Juni 的角度，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管理的科技或方法。那对于人这一块，会有什么样的差异？以及现在有没有新的技术可以协助管理者优化这一块？OK。那其实从大概2014年开始 ，Maker 开始风潮到 Startup 起来的话，那 AI 也成为一个话题。那在这 AI 当中来讲，有些 Startup 的公司是 focus 在所谓的智慧排程，对。那有些是在所谓的 IQC、OQC 这一块的一个所谓的瑕疵检测。没错。一个好的工厂的管理，其实重点是在于整个一个制程管理跟良率的提升的问题。就如同今天我们以台湾护国神山或者是说 Fastcom 而言来讲，其实他们强项不在于就是说今天他有多少的那个 driving 的能力去让 cost down 或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们在于管理上、制程管理上的一个提升跟控制。所引申出来的一个 profit， 这个利润我觉得才是最大的。对，就是刚才不论讲护国神山啊，或者 Foxconn， 或者是台湾其他电子大厂，其实 globalization 的管理好像也越来越重要。就是过往我们的产地都比较集中在可能东南亚或中国大陆，然后现在看起来，可能像美洲啊，或者是南美也开始，或者是越南这些工厂慢慢兴起。就你觉得用这样新的科技怎么去协助工厂管理者做到这件事情啊？那以现在目前刚刚我们所提到，重点的话是在制程管控，用 AI 的方式，用所谓的视频分析或所谓影像分析的方式，去驱动这整个一个制造过程的一个监控，人的行为的一个偏差的一个导正。对，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business 模式的话，是可以去移转，也可以很快速的去跨，所谓的不同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地理的位置的那个转移。ESG 来讲也算是蛮有一个贡献。对。过往可能都是透过人的经验，然后把干部慢慢训练起来。那现在其实可以透过系统或者新的 AI 的工具来让工厂的管理更系统化，以及它把整个流程、整个结构跟优化起来。是。以你去观察整个业界，或者是观察 AI 视觉这个角度，你觉得 AI 的视觉它会有哪些的特点？1周7天，然后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一直做监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在人思维下的话来看的话，他也不需要去休息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呢？那以这个来讲，我觉得是在于就是说，可以比较就是说不间断的，然后去
发现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因为所谓的 IPQC 的巡检，它这个过程当中有点是在做所谓的可能是像类似碰运气的一种方式，那这种方式来讲，你有些是及时要发现或干嘛，其实是不容易的，都是到结单的时候的话，才会有所谓的产出为什么不如理想，这一类的部分，所以是说以就行线而言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人性化，然后在这方面的一个对于产线让产出的一个帮助来讲，我觉得并不是这么大。那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有借由 AI 的一个辅助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不管是在过程当中的一个 cycle，或者甚至在说每个 flow step 里面的一个 step 来看的话，其实它都可以一五一十的去记录下来，让在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 traceability 来讲，除了有数据之外的话，甚至有影像可以去做追溯。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对于在现在工厂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注意。AI 其实是可以协助我们的工程团队工作更有效率。对，然后那其实之前我们有听过，就是其实 AI 或新的科技可以去解构我们的工程的团队，或者解构我们工厂的干部。其实很多人的观念是认为 AI 是来取代人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一个不对的观念，其实人工加上 AI 其实才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所以说 AI 这一块结构来讲，是让这个 domain know-how 来讲，其实是透明化，OK， 透明化，让管理者的话，从这当中的话，可以去看到问题，也易于管理。那事实上来讲 ，IE 的工作项目林林总总很多面向，因为现在来讲，大家都是工作都是多角色的面向，没错。那这一块来讲，其实只是去把它的结构的一个domain来讲，其实提高它的一个算是营运上的一个效率，或者是自己本身在这个角色上管理的效率上来看的话，的一部分而已，让它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更有价值的事情。对于 AI 去到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产线上去帮助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要有一个基本正确的一个态度跟想法。这样看起来，这个 dashboard 是不是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的工程团队或管理者必须要使用 AI 所分析到的资料。数位转型不外乎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资料，那在这当中来讲，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部分。先自己本身而言的话，先要去想看你在图表上你的目的、你的 intention 想要展现的主要是什么？这个因为以图表来讲，我们把它分成大概4大的一个面向，比较值，OK，那也有看分布的，对，那也有看所谓的关系，再来的话就是算组合的构成，这4个不同的那在这四种不同的一个面向来看的话，其实是各自有不同图表的展现，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让你的主管或者是管理者可以一目了然、清楚的你要表达的意见，而且从这当中的话，可以看他出他所要，这样子，先以就他的一个需求目的，OK， 再来把你手上能够有掌握的一个变数，关系，厘清，那再来做所谓的一个图表上的一个 dashboard 的一个展现。这个部分就是在于，就是说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数据，那它的变数、它的关系，对，是怎么样一个呢？那去想呈现给 user 操作者、管理者，中层的那个主管来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所要看的角度是什么？依据这一个的话，去呈现在不同的一个图表上来一个方式来看。图表的呈现上不是在这么就是说，
比较像以前的死板，就是说好像就是一个曲线怎么跑出来，这样就结束了。对，那其实它是各有立场跟不同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做呈现。感觉也是在不论你在导入新的科技或使用数位转型的一些系统，核心者就是那个 user， 他想要有什么样的报表，或者是这个报表怎么去很快的连接，让他的工作这件事情更加的方便或更加直觉，其实蛮重要的。没错，因为现在来讲是数据驱动决策嘛，那从数据当中，其实当然就是一目了然，要去能够抓到重点，才知道说 OK 原来是这个公站是bottleneck，那这个是你已经浪费了很多的间接的一个无效的工时在这上面，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投入跟那来讲的话，公司的营运跟所谓的 ROI 投资报酬率其实就低了，对，所以一个对的一个 dashboard 来讲是对于提升或简化，它的整个营运跟效率来讲的话，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助力。其实我知道 Juni 服务很多工厂，然后协助他们在做数位转型，或者是让他们透过资料驱动决策。那以他们在数位转型的过程或接受新的科技的过程，你觉得 before 跟 after 它最大的差异会在哪边 ？OK， 好，数位转型不是说因为只有一个反正就是我把以前没有的那个资料的来源的部分转成是一个数位，透过一个 AIoT 收进来，我们就能够数位转型。其实数位转型是经过数据的收集，其实是应该要能够驱动它的营业的一个转型。就是说一个企业文化或什么这一些的一个转型，而不是在于就是说好像有 data 完了。我看了这一个，然后我把问题解决，这个就叫问题，叫数位转型。其实不是，其实它比较高的部分应该是让这整个一个企业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方向跟是有一点改变，有改变的。数据的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你在于你来源有了以后的话，你对于数据的一个所谓的应该我们所知道就是说数据要做一些预清洗，你所抓的一些数据的弱点，那你的主题、你的需求发掘这一些的，那来去呈现，这个才比较有一个帮助，才是有效的、有益的。那我总结来看的话，还是一样，就是说，其实 AI 的话是一个算是在公司管理者或工厂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察觉力的一个延伸。就是说，其实帮助。不管在工厂的管理者，或者是主要的 owner， 或者是后者的人的话，他的一个就是说提醒他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有一些就是他未做的事情，其实就借由这个 AI 的部分来去帮助工厂来去提升它的一个整个营运的一个效率，这样子。了解。好啊，那今天谢谢 Juni 的时间，然后也谢谢 Juni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不一样的insight。好，谢谢。